草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二命要不要抽呢？闲云阿姨值得抽吗？林克的话 4.4 的卡池怎么选择呢？本期我们来到 4.4 的抽卡思路分享。那么这4个角色中没有纳西达，选择纳西达。草神有一个其他角色都无法超越的优势，即便是龙王也不行，那就是降低培养的成本，能够用低成本组出可以满行深渊的队伍，也就是种门。那么降低培养成本这件事，我认为是超脱于强度体系之外的内容，就属于降维打击。只要未来没有更低养成成本的体系出现，那么纳西达和他的种门就永远有竞争力。但是二命对于零氪玩家非强度党，我觉得就不是很有必要了，主要是提升全队伤害数值的命座，也就是力大专飞的用途。玩法上没有任何改变，所以如果玩家关注伤害、关注数值、关注自己打得快不快，那就可以抽。反之呢，把原石留给自己更喜欢的角色是明智的选择。接着呢，就是 4.4 的新角色闲云阿姨。我个人因为有草神了，所以 4.4 一定会去抽闲云阿姨。而目前主流的强度观点就是把闲云阿姨当成一个下落攻击拐和奶妈，会拿去辅助我们的降魔大圣，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必抽的。对此我表示认同。不过我个人对于闲云阿姨的看法是，它是一个对策卡，且具有奶妈的功能，时间长了以后口碑很可能会变成抽和不抽的玩家都觉得自己赚了的情况，和白竹星海是一个剧本。但是因为现在还没有上线，我有很多对它的猜想呢，也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阶段。我会说，如果玩家手里不缺原石，抽一个是不亏的。至少在我这里，新角色加新玩法的开发是有一定的优先级的。那么来到下半，金盆也就是萧，强度总结上呢，就像番茄炒蛋。那这道菜呢，上宴席多少有些不合适，但放在家里就是吃得很香。那从强度养成的性价比上，和主流强势角色是无法对抗的。但是放在玩家自己的单机游戏中，把 PVP 的标准换成游戏里的强度标准，你就很难说像金盆这样一个帅小伙子快乐风男是不香的。甚至有些玩家还能操作萧打出极具观赏性的战斗。所以如果打算抽萧，要么就是对强度不在乎，要么就是玩家对自己的能力很有信心，也就是我既是环境，我就是强度，我是玩什么角色什么角色就强的玩家，哪怕他本身强度不够，我也能用他大杀四方。如果是又喜欢又害怕强度不行的玩家，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抽萧，然后攒原石抽龙王1+1，那么叉 P 和强度就都有了。最后呢，就是我们可爱又迷人的八重神子。八重这个角色的口碑也是抽了和没抽的玩家都觉得自己是赚到的角色。没抽的玩家呢，觉得八重E3下巨墨迹；抽了的玩家会觉得八重是万能的后台插件，自动打怪不丢伤害。而且前台呢，也可以组百草8加叶兰行修或者弗妮娜的组合去打激战。那么深究这种口碑的差异，一方面我觉得是 2.5 上线的时候口碑太差，所以还没有缓过劲来。另一方面是八重目前喝汤，也就是在草元素体系中，如果出了草元素体系，也不是非八重不可。属于强度上可有可无，但是有了以后，在应对环境的时候就多了一种选择的存在。那其实我们用现在的游戏理解回头去看，会发现八重是最早持续输出的角色，这导致了八重一路走的都很平稳，而且不经意间呢还能喝汤。比如这次针对超载的设计，就又让八重的伤害提高了。那么作为零氪玩家 4.4 我觉得首选肯定是草神，如果有了草神呢，全局跳过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原石储备充足，像我这样就会选择灵命的闲云阿姨，新角色还是比较有乐子的，而且还能多捞几个佳名。那么萧和八重就是比较叉 P 的角色，比较适合看重游戏过程而不是结果的玩家。那么在配对的适用性上，八重作为一个后台角色呢，相对萧来说还是和其他角色有着更多的搭配方式，会更灵活一些。OK，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吧。